大家好，我是梵天，欢迎来到我跟小白的 podcast。然后，大家好，我是小白。对对对对，然后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你是不是不打算介绍我了？我不是说不打算介绍你，我是想让你自己来向各位观众来介绍自己，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嘛。这房天看样子是要把我当令出局了，是不是？暂时还没有这个心考虑，机够深的暂时还没有这个考虑，但是以后就很难说了。啊！主要是看大家的观众朋友们到底喜不喜欢你，还是喜不喜欢我。开场给大家开个玩笑哈，让大家对放轻松一点。当然，像小白这2天你也接触了比特币好几天了，像我们这个节目也做了差不多有半个月了，对不对？然后你近期有没有去对整个数字货币市场的做一个基本的了解呢？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新闻啊，就今天的，他说据统计有1197万枚比特币现在由普通用户拥有，它已经远超政府50万枚的一个持仓。那这个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比特币就至少它在这个国内大陆市场它是不太允许的啊。对对对。那为什么还会有政府去持仓它这个比特币呢？其实最主要来讲的话，像比特币的话，其实政府持仓已经不是1天2天了，是好多年了。基本上可以说，从这个比特币开始出来之后，政府其实就已经对它有所关注了，你知道吧？啊，那现在就是普通用户已经要远超政府的这个持有量了。普通用户一直以来都是远超政府的持有量。其实政府的话，就相当于说，它对于很多未知的事物，它首先它有时候不一定会排斥，它有可能会保持一个接纳的态度，它会有一个尝试性的了解。所以来讲，像在比特币刚开始风靡全球的时候，其实像美国政府啊，像美联储啊这些，包括英国等等一些政府部门，其实就已经开始有陆续的去增持一部分的比特币了。然后只不过来讲，它增持的量说到底还并不说是特别的大。而像我们在国内的话，它由于是禁止炒币，对不对？炒数字货币，所以国内的话，我们就没有关注到像中国政府它就是有持有比特币。但是我个人认为，政府它是否有隐藏性的持有比特币，这个我们就没办法做一个具体的了解了。那也就是说，其实政府也是比较关注数字货币这一块的，对对尤对对对其是一些国外的一些政府。对对，其实很多你会发现，在海外的一些政府，其实他对一些新兴的事物，他还是秉持一个比较自由开放的一个态度的，他并不是说是抗拒和排斥的，他往往会保持一个观察接纳的一个态度。然后如果说真的是可行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动作在这里面。所以从数字货币也不止比特币这个范围里面，从数字货币的角度来讲，就是还是我们这个普通用户，就我们正常的一些用户，这个形式要多一些。对对对。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新闻是说，这个是我不太懂的啊，我需要去跟房天去了解一下，然后也让观众朋友们去了解啊。就是今天澳大利亚的这个 Monochrome 现货比特币 ETF 持仓达165枚比特币。那么这个 ETF 它是什么意思呢？ ETF 的话呢，指的话呢就是一个基金。基金。对，就基金它有很多种类型的，像比如有指数型基金，然后就是其实所谓的基金的话呢，就是筹集一笔资金，然后去定点投资某一个品种，或者说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的一个基金产品。那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货比特币 ETF， 那意思也就是可以说就是说。它这个基金的话呢，主要就是投资现货比特币为主，就专门用来买现货比特币成立的一个基金。那 ETF 是一个基金啊，那现货比特币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比特币还要分现货或者是这种，是它，因为我理解的就是有一种的话呢，就比如虚拟的。说有现货，还有合约。就现货的话呢，就比如像现在比特币价格的话呢是在6万多，那么的话呢就是6万多块钱一个，就是买的实打实的一个比特币。然后如果是买合约的话呢，它这里面可能就比如说带杠杆，就相当于说，我可能没那么多钱，比如说它报价是6万多，但是我可能没那么多钱去买那个比特币，对不对？那我可能就会带杠杆，比如杠杆的10倍。那我可能就要花6000多块钱，我想去买一个比特币。那这个比特币的话呢，我只是拥有了它这个价格涨跌的价值，但是我并没有实打实拥有它100%的价值。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按照我比较片面的理解，能不能这样子理解啊？就现货的话，就我们实打实的就拿了我
就是账比特币储蓄账户里面的钱，我直接去这种就是通过交易所怎么买的。对，就是它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但是合约的话，就类似于我们做了一个贷款一样，对，能不能这么理解？对就我们贷款，然后利就是我用这种尴尬，没那么多钱去买，但是来讲我的话，又想进入这个市场，对，然后的话，我又想去赚那个差价，那怎么办呢？那他6万多，然后我的话呢，我就杠杆10倍嘛，我杠杆10倍的话呢，就相当于合约，然后杠杆10倍的话呢，我就要花6000多，我就相当于我可以买它拥有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价值了，就这样。然后像往后的话呢，这方面的知识我们也会更多的跟大家去普及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就数字货币和几个山寨币、主流货币的一个行情怎么样 OK， 那今天是我们的这个，今天是我们的这个13号啊，10月13号，现在距离国庆也已经过完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么距离国内的国庆已经1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其实主要先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行情，然后再分析一下后面一周的行情。对，就是因为今天周日了嘛，对不对？对，就刚好今天星期天，明天就周一了，然后肯定又开始新的一周了。小贝，你还记得我之前我们做的这几期节目里面有讲的，就是说在10月中旬和下旬，我们对整个比特币的分析，就是预期是怎么样的？你还记得吗？我们当时我记得在这个国庆前，应该是9月29号或30号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分析，是分析可能在这个国庆后它会有一个比较低幅度的一个跌落，然后到这个中旬的时候，也说大概在这个时间它会有一个涨幅的一个空间。对。那么现在比特币，我们从这个线图来讲的话，它确实也是呈一个这样的趋势嘛。对，就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比特币的行情价格走势，基本上也就延续了我们在10月之前的一个，就是9月底10月之前的一个判断，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下月线图嘛，月线图的话，比如说它在之前的话，它是不是直接把那个最低点给打出来了，对不对？对，就像现在的话，已经开始止跌反弹了。但现在这个月的话呢，跌幅是0.63%了，对不对？基本上也就符合了我们说在10月中旬左右，其实也就在重阳节之后，这个行情价格可能就会开始，这个月就可能会开始起来了。然后我们因为今天是周日，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周线图。从周线图上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现在它是不是已经开始上涨上去了，对不对？它现在涨了多少了？这周现在涨得还比较0.16%，0.16%。但至少来讲的话，就是说它之前那个下跌的已经基本上就已经全部涨回去了。就之前就是这一周，周一、周二、周三，比如它下跌了，然后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把下跌的全给涨回去了。也就是说，比特币的话，按照你前几天讲的，就是它应该跌到一个最低点了。是吧？是目前的一个最低点了。是说跌到10月份的一个最低点，就当时是59000多的这个一个点数啊。那现在我们其实就已经在往上调了。对，就所以我们同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时间刚好是周线图。其实我们发现周线图的话，其实这个比特币它一直以来都是从一个高位震荡下行的一个行情在走，对吧？你看一下，其实我给大家画个图。有一个高位震荡下行的一个箱体震荡，对不对？所以来讲的话，下个礼拜的话，我们可以整体做一个预期的一个判断，就是比特币价格可能整体就可以继续往上走，知道吧？然后继续往上走是未来下一个礼拜的一个整体趋势，但是我们对周一、周二这2天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个，它可能会有一个小幅调整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它要把下影线整个周线图的最低点给打出来，所以来讲，但是整个一周来看的话，下个礼拜整个一周来讲，我们还是继续看多它，继续看涨它。那现在比如说上周我们看的是0.16%啊，这个就是下跌幅度已经负是0.16%，就它慢慢在往回升嘛。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在下个礼拜可能这个负数已经转正了？但是我们先不要去这么，它毕竟还是属于一个下跌的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行情在走，所以当它没有完全突破这个箱体的就是上面压力线之后，我们暂时先考虑到它还是属于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格局，箱体震荡向下的一个格局。就所以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把这个时间周期看得太长，我们只要不专注在眼前几天甚至1-2个礼拜的行情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在也是相当于说
走一步看3步的样子，你不需要说走一步我看未来10步或者看100步的行情。那今天买进去的这个价格合适吗？我个人认为今天其实还是可以继续买进去的。因为我们现在调到日线图来看一下，因为日线图我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上一期节目给大家看到的分析的是在6万2，对不对？就涨到6万2。那像然后经过了昨天的继续上涨，从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是10月11号嘛，11号它上涨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突破了6万2了。然后从昨天的话呢，它又继续向上突破，你看现在已经突破到了6万2900了，知道吧？就马上到6万3了，都已经快到6万3了。但是我们上周看的时候是在6万，也是6万2000多的一个。我们上一期节目制作的时候，它其实在6万1000多。我是说在国庆前，它其实是比较高位的。国庆前我们那个时候看的话是在6万嘛，就刚好在6万左右。在6万左右。对。那么它现在其实比国庆前的价格已经涨了2-3千美元。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往下跌，只是在这10天里面往下跌，其实它比上个月的这个基点还是在往上涨的。对。就所以我们个人认为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比特币价格，我们继续就是追多它就可以了。就这个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在持仓比例上我们要做一个调整，因为它在下周一、下周二可能还会有一个小幅下跌的一个趋势。所以小幅下跌的趋势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持仓比例的时候，如果你现在是空仓的话，那么你其实今天要买的话，就不要买太多仓位了，你就买个10%、20%左右就可以了，知道吧？然后等它下周一、下周二打出下个礼拜的低点的时候，你到时候再加上个10%、20%、30%都可以进去，就逐步增加进去就好了。然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趋势行情高点在哪里呢？我们暂时就看到6万4到6万6之间。也就是说，从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如果说现有自身现有的这个资金分配来讲的话，你认为说比特币的一个就是分配管理都还是在从今天的价位上来看的话，还是在10%到20%的区间，20是一个顶，就是封顶的一个状态了。对，就暂时先不要买太多，因为毕竟下个礼拜星期一、星期二可能还会有一个小幅的调整。然后我们的目标价位的话呢，就直接看到6万4到6万6左右。它这个涨幅的这个基数还是很高，对。然后止损价位的话呢，我们就继续往上推。止损价位的话，我们就直接放到6万2，就放到。但是我们在真正设定止损的时候，你不要掐着这个点位6万2了，你可能说在6万2100，就多个100美元左右，可能你就要差不多出来了。你不要掐着这个点位说你说6万2，我就非得设置到6万2，少一点都不行。那你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因为它那个行情价格有时候涨跌，它有时候会穿插一些毛刺，很容易，你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把你设置的止损点位给打穿掉，知道吧？所以像我们在目标价位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说非得等着说我就非得到6万4，但是就设置到这个价位，你可能说在6万3.9，你可能差不多就得出来了，知道吧？OK， 那在比特币这个建议上，非常感谢房天给了我们比较务实也比较严谨的一些数据，包括一些建议哈。那我们其实接下来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货币，比如说像昨天讲的搞币的，前天讲的搞币的它的一个行情比较好，对吧？对，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先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对，我们讲完以太坊之后，我们到时候再讲一下狗币和其他的一些非主流的一些货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以太坊，我们先看一下周线图吧，因为今天周日嘛，我们先看一下周线图。你看现在以太坊的话，它现在就已经开始上涨，已经涨了1.14%了，知道吧？我记得我们之前周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它那个时候下跌是下跌了5%还是9%左右，对不对？你看现在就已经涨到1%了，所以它现在整体行情就属于一个上涨，而且它的空间比较大。对，就是涨幅肯定是要比比特币要更大的。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对于以太坊的行情价格走势，其实我们个人认为还是会继续看多它，就跟比特币一样，我们继续追多它。那像以太坊的话，今天买进去的价格还有这种比较多的空间吗？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如果你要尝试买，我们可以先看一下4小时图吧，因为毕竟我们制作这个节目，它那个时间可能
的有效性可能也就只有1天、2天到3天，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可能就设定到日线图和4小时图作为主要的来分析。然后我们从4小时图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价格我们可以先锁定在2400。2400，对，你是说最低点的这个？不是说最低点，就是说买入点我们可以设定到2400到2420左右。我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是2467的一个价格，对吧？对。那我们可以，比如说在它涨幅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它从小时的这个线图去看，在2400左右的价位就适合我们去买入了。对，因为刚好4小时图这里面有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然后我们的话呢就把那个买入的价位放到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上影，就是箱体震荡上面线来做一个区分就好了。所以我们这个价格上定就锁定到2420左右吧，然后的话呢，你就设定个买入价格进去就好了。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时候它是2468，这个价格它其实是现在我们也是适合买入的一个时机。对。然后止损价位的话，我们就暂时设置到2350左右吧，就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东西精确到每一个点位里面去。我们大概设置一个大概的一个区间范围就好了，就设置到2350，然后目标价位的话呢，我们就直接看到7号的一个高点，7号的高点的话呢，大概就在2520。那距离现在其实也是一个几十的基点。对，就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以太坊的价格如果它继续向上突破，它没有一个回调的一个现象存在的话，那我们就暂时不要去做它，就放过这波行情就好了，我们就等下一次的机会也可以的。那我也想要问一个问题，就从以太坊跟这个比特币来讲的话，如果是你一个人的话，你的资金配比，你认为现在的行情应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管理呢？如果我让我来做的话，我可能会更多的把这个资金放在比特币上，因为以太坊的话，现在这个价位刚好是卡在中间。卡在中间的话，相当于说亏损比基本上就在1:1或者说1:1.5左右，这个利润空间它并不值得我去冒这个风险。所以，但是我们又希望，毕竟如果你要去参与这个市场，如果你不参与这个市场，这个行情涨就跟你没什么关系。如果你真的要想要参与的话，那我个人认为的话，你就拿个10%的资金去参与，尝试性参与就好了，你不用太过于去。花太多的持仓比例在这个以太坊上，所以我们的关注点还是要在这个，重点在这个我们的主流货币比特币上面。对。行。然后同时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狗狗币的一个行情怎么样？像狗狗币的话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一周是怎么表现的。狗狗币这一周的话呢，现在也是跟比特币一样开始止跌反弹的，然后。现在这一周已经，但是它涨的幅度空间也并不是特别大，大概也就涨了这一周现在涨了0.22%，相对于以太坊来讲的话还小了一点。那它的这个，也就是说从国庆后的这整个数字货币的一个涨跌的一个行情，并不是特别的，就是市场并不是特别的这个激烈。它不是特别的。其实重阳节之后，这个行情价格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格局了。只不过说它没有出现这种具有牛市状态这种暴涨暴跌的这种状态，因为现在聚集的这个市场能量还不够，你知道吧？还需要再观察，可能还需要几个月、2、3个月的时间，可能才会有一个彻底性的爆发。所以我们个人认为的话，像这种震荡行情也有震荡行情的机会嘛。反而像这种大涨大跌的行情，很容易出现爆仓。像这种震荡稳定的行情，反而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比较稳定的一些收入。然后像狗狗币的话，我们先看一下日线图。日线图的话，你看它今天上涨了0.45%，基本上的话就已经突破了昨天的一个高点。然后今日目标价位的话，我们就直接看到0.11488的一个位置。现在价格是什么？是0.11188。所以，我们暂时先保持一个向上的有一个观点就好，就一个观望的状态，也不说观望，
就是说你也可以尝试性买入，但是这个持仓比例你不要太多就好了。就这个资金分配，我们可能少部分一点，我们就先小小的尝试试水一下。对，就是现在大行情没有嘛，大行情没有的话，我们就玩点小的，你就不要去说，像梭哈嘛，对不对？就没必要说，人家说，就有点像那个。上海那个爱在深秋的，他们说10月份怎么样，就这样就被人打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没必要说就是说在10月份你就让他看涨，你也不能让他说马仓干嘛这种的嘛，对不对？那 OK， 那我们再来讲一个就是非主流货币的这个佩佩币的一个行情情况啊。对，其实佩佩币的话呢，它的我感觉现在佩佩币的交易活跃度好像是要比那个狗狗币的涨跌幅度稍微大一点点，但是大的空间好像并不是特别大。就它的活跃量要比其他的就山寨币种，它要活跃一些，是吗？只能说是相对的。相对啊，因为现在整个数字货币，交易并不是特别活跃。就说实话，就是现在这个。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它的交易不是很活跃。跟国内的这一波牛市有没有关系？一点半毛关系都没有啊！就是因为国内的市场的话，它就是一个固定市场，跟其他的就半点没毛关系的。所以就是大家其实很多在做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些我们说的这些玩家，他其实现在也都是观望的比较多。也不是说观望的比较多，我觉得我个人倒认为就是，可能大家前期都已经有持仓的。就所以它那个仓位现在行情又比较清淡，所以来讲，对于他很多人来讲，可能就干脆就不动了，就直接放在那里，知道吧？那要么有一些的话呢，就可能就已经套在这里面。所以现在就是说，从佩佩币的角度来讲，它也是一样的。对，它的这个幅度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的佩佩币的话，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我们的目标价位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12号的一个高点嘛。12号的一个高点这个价格，我看一下，就是前期4个0，后面的话呢是1023的一个价位。这个百分比点数，反天已经讲不出来了啊，0.0000。没办法，数学成绩比较差。我们已经封到秒了，这个。对，就所以我们就直接报后面那个数字就好了，大家懂了就行，知道吧？就大概我们可能就直接看到1023，然后。现在价格的话呢，就是在多少？我看一下，0.00000918。就现在是99118嘛，就后面 N 个0来9918。但是未来就是我比较好奇的是，未来这种山寨货币，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佩佩币，它有没有可能这个空间就是会超越以太坊？我不说超越这个比特币，它超越以太坊。现在我认为是不太现实，因为它现在的交易量也好，知名度也好。市场认可度也好，都达不到以太坊的这种规模，知道吧？因为从一些投机行为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像我们的心态，可能就是说买最低的，然后未来就看它的这个空间。这个我们其实也是碰运气。这其实很简单，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因为你盘子小嘛，所以你拉动起来就比较快，然后的话，你那个空间就利润空间就比较大。这很简单一样，你看工商银行。你要拉个10%，你可能要花1000亿，对不对？但如果说找一个市值规模只有1亿，就是1亿人民币或者1亿美元的一个盘子的话，那我可能拉个涨停板，或者说拉个10%、20%，可能就只要100万、200万、300万就可以拉动的。所以也就是说，就很简单，就是山寨币它就有这点优势，对吧？我虽然说我不怎么知名，然后的话我参与的人也少。但是来讲的话，只要稍微有一点资金过来，然后的话呢，我就可能赚个几倍、几十倍、上百倍、上万倍都有可能。就是它的空间，它可以是最大的，因为它已经还没到达一个封顶的一个状态。对，就这里面也就造成一个局面，就是说你要暴富的话，那你就干山寨币，然后的话，你想稳定一点财富增值的话，那你就买这种主流币就好了。那如果说你本着一夜暴富，就像买彩票一样，我非得中个头等奖，那你就干山寨币，一票干，梭哈满仓干，然后的话一下子拉上去拉爆了，就直接干个上万倍，然后你就赚了。一下子的话呢，你就当
摸多了，知道吧？但是我今天也看到一个新闻啊，因为搞搞币它也是作为山寨币嘛，对吧？跟这个佩佩币，我看到新闻就是它的活跃地址已经飙升到8个月的高点，也就是说它最近它已经是创下了这个数据8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对。那么它作为的这个山寨货币，它的情况要比这个佩佩币要乐观得多。就目前来看是这样的，但是相比在2015年，它还是或者说2019年，就其实相差这个活跃度还是少了很多，因为毕竟之前那个狗狗币能够之所以火起来，其实跟那个马斯克当初去炒这个币，就是说去宣传推广这个币也有很大的原因。所以其实就是过了蜜月期，已经过了那个蜜月期了啊，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夫妻一样，已经老夫老妻了，已经过了恋爱这个期间的。过了蜜月期，所以大家已经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心态，平淡的心态。对，我们比如说做这个狗狗币品种的 YouTuber， 包括我们去做，因为我们有时候做这个 YouTuber 的视频，有时候会追踪数据嘛。你发现这个狗狗币的它那个市场热度啊，其实也都在不断的下跌，它并没有呈现出一个不断上涨的一个趋势出来。这也就意味着说，但是它毕竟相对于其他的非主流货币来讲，像什么死币啊，其他这种币啊，还要比较乐观。对，就要有优势。它就是多多少它有点根基嘛。它比较乐观，比较有优势的原因跟马斯克当时炒这个货币要年不到也有很强烈的关系，对吗？对，然后我们现在也可以再看一下那个菲亚币吧。就菲亚币虽然说现在一直也都在不断的下跌，但它至少曾经辉煌过嘛。它也是在一个山寨货币的一个行列里面，一个类别。就比如说在我们比如说它最高点的时候，比如22年疫情的时候，它那个时候就很火。所以它的乐观，包括它的你说的最高点辉煌过，就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带动的。就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家里嘛，没事干就天天炒币嘛，你知道吧？所以就时势造英雄啊，时势造数字货币的英雄。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跟他讲，如果说如果特朗普上台了，如果真的是像那个美国牧师他预言的，可能会有新的一轮疫情下来，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带动这个数字货币起来，就是出现一波新的牛市。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窝在家里面炒币去了。但是为什么大家就只玩这个菲尔币呢？他就说非主流货币。其实那个时候它是其他货币也涨。只不过来讲的话，那个时候菲亚币的知名度只不过是在那个时间上被打出来的而已。被打出来，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大家可能也会在其他币种上下功夫。对。所以，但到底下一个这个王者或者辉煌的这个哪个货币还不清楚啊，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预估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操作。但是我们会随时保持这个市场的观察，当然是有一些什么。有热度的一些货币，我们都会去及时追踪的，到时候给大家推荐嘛。像比如说每天涨个几百倍、300倍、3000倍这种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追踪，只是有些确实太小了，小到已经不值得去关注了。那现在最近有就是这个涨幅有上千倍的这种货币吗？有，但是其实你只要打开行情软件上面看一下涨跌幅度，上面都可以看得到的啊。但是这个我们。暂时可以先不要去做一些交流，因为我们不想说通过这种方式去刺激大家去过度参与，说去这个数字货币，对，去做这个，毕竟这个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嘛。我们毕竟开这个 podcast 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给大家传递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信仰，同时来讲的话呢，就是包括最近这个市场有什么一些动态，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然后传递给到大家。也希望给大家在无聊的交易的过程当中带来一些乐趣嘛，对不对？就投资有分享，大家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谨慎的去对待这个事情。毕竟交易这个东西其实是蛮孤独的，自己做交易做了也差不多10多年了，就是深有体会。就是如果一个人去做这个事情，如果说能够有一些群体大家一起去交流。探讨一些新的观点，我是蛮开心的，就喜欢去交流的。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市场有什么新的了解啊、感悟啊，也希望在我们的视频频道里面，在我们 YouTube 频道里面跟我们留言分享。对，包括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内容有什么建议，或者说对我们平时所讲述的一些语速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给我们一些好的一些这个建议啊，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对，然后的话，我们再看一下，
Solana 的一个货币。Solana 的话呢，现在它像今天它也只是小幅上涨而已的，然后这个月它整体还属于一个下跌，就是还跌了一点点。但是你会发现它这个货币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势头，整体还是上涨。你看它从去年9月份，也就是国庆之后，一直到现在，基本上都是跟那个比特币一样，保持一个同步的一个状态，就是属于一个上涨。如果说未来比特币它可能会涨得更高的话，我觉得这个 Solana 其实前景也是很可观，它很有可能会再继续上涨。但是我们暂时先保持对它的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吧。就没必要过度冲。如果你真的要参与的话，那不是参与比特币呢，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差不多的对整个行情的讲解内容大概主要就是这样的。因为小白同学可能大概周一、周二3天可能要去学习，要去上课，可能不一定会参与我们这个 podcast 的一个节目的录制。可能到时候有时间，可能就是我自己会来录制，就到时候看。如果没空的话，可能到时候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可能就要等小白上完课、上完学之后回来之后，我们才可能再录制下一期的一个节目，大概就是这样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去回看我们之前的一些视频内容啊，对，因为我们制作的视频内容主要周期时间上主要就是以周为单位来给大家讲，一个星期内还是可以去回顾的，因为回顾的我们其实每一个的这个对于这个市场的分析还是在这个招计划里面都是有的。对，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数字货币感兴趣的话，也希望随时关注、追踪、订阅我们这个频道。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内容的制作，让小白也不断成长起来，然后在这个数字货币里面能够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对不对？那我们的频道里面是不是有这个交易的一个链接呀？对，是有的，但是我们暂时，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室现在才刚开始运作半个月吧，差不多这样。然后收听我们的用户还比较少，但我们相信在未来我们会成长的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在往后当中，等用户成长多的时候，我们的听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会有更多的渠道给到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其实目前在我们的主页的页面里面是有的，是有一些比较少的一些渠道的，大家也可以去观望。对，就包括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电报群里面跟我们交流。如果有什么问题，到时候都可以在电报群里面跟我们分享。但是最直接的方法还是可以通过在 YouTube 上直接跟我们留言。如果你想频繁的跟我们有更多的连接和链接的话，甚至说想实时追踪整个行情的动态的话，那么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电报群里面来。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谢谢大家。对，然后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 podcast。那么小白，我们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就再见。谢谢大家啊，拜拜。